网友的问题真的蛮犀利的啊，这集有点像真心话大冒险的感觉。只买一个美容仪我会买什么？黄褐斑到底能不能用面膜仪？Hello， 大家好，我是穆迪，欢迎回到和我一起科学护肤，理性种草。这一集我好期待。其实我想做这个主题很久了，因为我一直想分享我的美容仪 schedule。我这么多美容仪一周去怎么搭配，哪一天用什么？这也是网友问的最多的问题。我要同时在一周使用微电流、射频、红光、激光还有光子嫩肤。项目这么多，到底怎么把它安排进去呢？我的美容仪计划其实也蛮简单的，你把思路捋清的话，你不会忘记每天做什么，非常的简单易懂。早上我们就用提拉类的仪器提拉紧致去水肿，那一定会选到的就是微电流。那晚上就要促进胶原蛋白、抗衰、祛斑、嫩肤的这些仪器，一周把它安排在不同天数就可以了。先说早上，我比较喜欢2个微电流美容仪，这2个我都是交替使用的，一个是 Zip Halo， 一个是 Dermrace 新款的 Fusion Glow， 新宠啊，所以用的比较多。他们俩技术是比较新的，比之前那些 New Face 啊 Forreal 我觉得使用体验感要好一些。我现在基本就是1天用它1天用它，或者2天用它2天用它，然后我一周会有一个休息日嘛，那一天什么都不用，射频、激光、红光面罩、微电流我都不用的，因为需要让皮肤自我的修复，促进胶原蛋白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一直刺激它的话，其实它没有时间去重组，反而看不到它带给你肌肤的反馈了。微电流绝对是我目前用到现在家用美容仪里面带给我最大效果的一个仪器了。我已经坚持了至少得有7年了，从最开始 New Face 一直用到它们。很多人说它只有即时的效果，就不用就没有了，但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微电流它可以促进人体 ATP 的合成，它会刺激 ATP 三磷酸腺苷，理论上是有助于细胞修复和胶原蛋白合成的，长期下来是可以保持你皮肤的弹性，不会松弛。像我用了这么多年了，我即使哪一天不用，或者1周2周不用，我也感觉皮肤是很紧致的状态。当然前提是你要坚持这么多年，你才可以看到这个效果。网友的提问说25岁了，我法令纹明显，眼下有细纹，脸部没有以前饱满，问可不可以用 DLAS 美容仪。那 DLAS 是一个射频仪，那这个其实我也有啊，没有跟大家太说过。好用是很好用的，我们射频一会儿再说。但就这个问题来说，我是建议你25岁最好从微电流仪器入手。微电流最适合20到30，射频仪比较适合30加40、50。25岁其实你胶原蛋白还是很充足的，用射频太早干预它并不好，因为射频它是让你胶原蛋白的收缩，然后再生再重组嘛，它是有一个破坏在新生这个过程的。胶原蛋白很多的时候，你提前破坏它，其实会影响它正常的工作，有可能让胶原蛋白提前流失。但微电流就不会，因为它作用在肌肉层嘛，是给你一个整体提拉提升的效果。比如你法令纹啊，你也可以往上，不会很下垂。微电流有助于血液循环嘛，有消肿、淋巴排毒的效果。所以25岁我是最推荐用微电流美容仪的。晚上的美容仪呢，我会把比较强效的仪器，像射频、激光、光子那些都留在周末那2天。当然你可以把它放在周中这2天啊，都可以。但不做它们的时候，比如说我周中、周2、周3、周4、周5，我会轮流使用我的 Nira Laser 或者是 LED 红光仪，还有我新入这个 Current Body 的最新出的6合1，这款确实很好用。之后我会出详细的测评给大家。为什么把它们俩放在一类呢？因为它们都属于日常保养，帮你慢慢的修复这一类，它的功率其实都不大。你真的需要日复一日常年的坚持，是以年为单位了，都不是每月这么计算的。你需要用1年的面罩，你可能才能看到皮肤很明显的变化。这也是这个网友问的，他说 LED 美容仪说自己效果很好，宣称各种功效，但是我用了为什么就是无感？他说他用了很久啊，但这个很久你是有用几年吗？你首先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坚持到以年为单位？因为它们不会像射频、激光那些功率那么大，效果会比较显著吧，当然那些会更刺激。它是比较温和的帮你抗老，就皮肤不知不觉就变好的。
它叫面膜仪嘛，其实就像你每天做护肤、做面膜一样，你并不是说我敷个面膜，第二天我脸就容光焕发了。但它确实可以刺激细胞腺体的活性，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还有细胞的修复。红光是可以穿透到真皮浅层的，比如说用完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很有弹性，毛孔会缩小，上粉底发现没有那么卡粉了，其实这些都是它带给你的变化。而且面膜仪我很喜欢它的修复档，就它黄光那一档，它特别适合你医美术后，比如皮肤做了微针激光这些，可以加快你皮肤屏障的修复，不容易泛红，不容易过敏了。这款 Current Body 我觉得比较好，它有一个 Complete 就全能档，它是分区护理的，就不同的区域，比如眼周不同的光，脸颊不同的光。包括它这个兜底面罩，如果你下巴容易长痘的话，用它也可以消除闭口，消除白头和痘痘。然后它光源也是比较强的，它的功率还算是比较高，所以这是我很推荐的。然后 Amiro 这个也很好用，它祛痘档我觉得真的很立竿见影。你要说红光给你的效果，比如淡纹效果不明显的话，但祛痘绝对是明显的，因为它里面用的红蓝光嘛，它可以快速让一个痘痘去瘪下去。再说 Nira Laser 也是我超爱的仪器，如果我不懒的时候，我都是用它会多一点，我懒的话我就会用红光面罩，因为它毕竟是手持嘛，你要在这里全脸这么打一下，但它很快，全脸只需要1到2分钟。尤其这款新的 Nira Pro Plus 第2代的 Nira， 它出光更快了，用的时间会缩短了，功率也比之前高了 30%。 当你有红肿大痘，那段时间姨妈痘很多的时候，用它照一照，3天以内就变平，那个痘印也没有了。因为它也是用于真皮层，启动这个修复的效果的，刺激胶原蛋白，让皮肤更紧致有弹性。激光是嫩肤效果最明显的，毛孔缩小也是最明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最推荐混油皮、油痘皮去用 Nira Laser。 所有的激光类，那它也是要长期坚持官方说是1天用1次，至少要坚持90天，也就是3个月。那我基本上3个月之后我还在用，我觉得它效果真的很好，皮肤就很平很滑的那种，就改善肤质，目前我觉得没有任何仪器可以比得上它。1天1-2分钟我觉得不是什么事情。那这个网友提问说，我40加了，如果我只想用一个仪器，我想促进胶原蛋白，我用什么？那一定是射频仪。促进胶原蛋白首选，家用抗衰类仪器第1名的一定是射频仪，它的效果会比 LED 红光在皮肤紧致饱满这一块更显著一些。因为它的射频是用电流产生热能，它加热你的真皮层，可以到40、45度，刺激胶原蛋白收缩，然后新生、破坏和重组这个过程，皮肤变得很嘭弹、很饱满。你看婴儿肌都是那种脸肉肉的那种感觉嘛，你就想恢复那样的状态我目前是Amiro R3和这个 Delas 射频仪，我2个看心情混着用，我觉得效果都是不错的，绝对是看见变化的。但它们我发现，我如果用1周多于2次的话，皮肤会明显的敏感，脸颊这一块很红，甚至会有一点快烂脸的感觉，真的就是脸会这一块疙疙瘩瘩的，烂脸的前兆。所以我不可以用射频仪太多，但你如果1周用1到2次，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次数，刚好可以促进你胶原蛋白，让你皮肤非常的饱满、很光滑的那个界限，你不要超越那个界限。射频仪一定要记住，避免过度刺激。1周即使你用1次你用1个月，你都会觉得皮肤没有那么干瘪了，没有那么塌，那感觉真的嘭起来。Amiro R3 这个射频还蛮好坚持的，因为它是射频加上微电流在一起的嘛，非常适合30加以上的肌肤。我之前专门出过一期就30加首选的仪器就是它，而它每次刷脸还很快的，不会像之前有一些仪器像一些射频仪，你可能要坐在那里半个小时什么，它不用，它大概10分钟全脸就搞定。Delas 这个近期我也用很多，它是业界唯一一个不需要凝胶的射频仪，用动态电场的热位移实现高频穿透，它是不需要凝胶去导电，它直接就作用到真皮层里面，热度会比其他的射频仪要高一些。我最多用到2档，我皮肤就受不了了，3档是肯定坚持不了的。
也是用完一段时间皮肤就很饱满，像法令纹啊什么的都像被填充了一样。坚持一段时间，皮肤回到那种幼态感。它是不需要充电的，它是插电使用的，可以保证它电流输出的功率，因为它能量真的蛮高的。如果你是年龄在40加、45加以上的话，你考虑它也不迟。每周一定要用一次的就是激光或者光子。那他说自己是抗老、淡斑、提亮还有紧致轮廓的仪器。紧致轮廓我感觉效果并不大吧，主要是淡斑。促进胶原蛋白，所以可以让脸更平滑，肯定有抗皱的效果的。像我之前点痣了嘛，那个痣之后会留下有点黑色、褐色的斑，我用这 Dermrace Revive 的激光效果就很好，基本上把黑色的那个色素啊减了一半了。它的频率不用太多啊，官方说1个月之后你只要1个月用1到2次都可以了。但我发现1到2次真的不够，因为我脸上很容易留下痘印嘛，所以我基本上是1周还是用1次，这样去坚持。那它是一个非点阵1064纳米的激光，是完全外面医美超皮秒的替代。我用上它以后，我就没有再去外面做皮秒了。你们可以看到啊，我每周都是录视频的嘛。如果我真的去做医美什么的，我一定会跟你们反馈的。近期没有再碰医美，就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我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它们。这位网友问说，我35加，选一个仪器选什么呢？这个问题真的是因人而异。如果你没有什么痘印啊，不长痘痘，毛孔也不太粗大的话，我感觉射频仪可能更适合你，因为刚才我说过，射频是抗衰、促进胶原蛋白第1名嘛。但你像我，如果我只选一个仪器的话，我可能不会选射频，我可能会选 Dermrace Revive， 就是激光类的，因为我经常长痘痘，那个色素沉淀就是消不下去。然后我本身皱纹的问题没有很多，我主要是想让肤色比较看起来亮一些、均匀一些，皮肤饱满有弹性、紧致就好了。所以射频对我的效果反而没有激光来得好。所以这就是看你个人的肤质，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才能选那一个最重要仪器是什么。然后如果你皮肤比较红呢，有红血丝什么的，我比较推荐光子嫩肤仪。那这个是 Matrix Mirai One， 之前林志玲代言的。然后它 Mirai One 用的是 DPL， 它是专门针对你的色斑、暗沉、红血丝的，是动态的脉冲光。然后它还有 NIR 近红外光，去均匀整体的肤色，刺激真皮胶原蛋白再生，紧致你的皮肤。我知道很多人光子嫩肤都是长期在打的，在美容院一直坚持打，效果很好，皮肤很亮。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斑点比较多的人，比如你颧骨斑很多，像黄褐斑呀，就黑色比较暗沉的褐色斑点很多的话，我是更推荐你用激光仪的。激光它是单一波长，单方向的，能量更集中，像靶向分子一样，它是指哪打哪的。皮秒它是专门对黑色素嘛，它就把黑色素打散掉。对于我来说，觉得激光带给我效果更好，更不容易出现一些色沉的问题。所以这个真的是看个人的肤质。那有些人就比较适合光子，他觉得光子反而不会反黑；有些人用激光会加速他的那种颧骨斑什么的，这真的是因人而异。然后就是护肤，我怎么搭配到这些美容仪里面？我后续是用正常的护肤步骤吗？这个也是要看你个人的耐受力了，因为我用 A 醇 A 酸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不管之前用什么美容仪啊，我之后用它们都不会有什么反应，也不会脱皮，也不会红发痒什么，这些都不会。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仪器，我到晚上就用完它们之后，我全部都是正常使用 A 酸或者 A 醇的。但如果你皮肤敏感的话，你可能需要1周用2、3次，你要看一下皮肤反应，再去增加次数。还有几个网友的问题，一个是 LED 红光，这个人说他每次用完以后皮肤很干，那我会建议你之前可以涂一个保湿的爽肤水，不要用酸类的爽肤水就好了，不要用美白的或者 AHA、BHA 那些都不要，最单纯的基础保湿，用完它之后再照光，皮肤会舒适很多。然后这个粉丝问说，孕妇能用什么美容仪？理论上来说都不可以用，但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用的。什么不能用呢？比如说像电流类的、射频类的，电波会影响神经的传导，电流会刺激嘛，你不知道电到哪里了，所以这个不太安全，不适合孕期使用。
去水肿呢，比如孕期有时候很水肿嘛，你可以用刮痧板，我很喜欢用滚轮刮痧板这一类的，让代谢变好，脸不那么容易浮肿。因为我怀孕的时候脸是真的很肿很泡泡的样子啊，我都是靠刮痧滚轮，效果也不输微电流的。还有光子激光为什么也不推荐呢？因为你孕期是会有孕激素的，皮肤特别容易长斑，这个时候你用光子和激光啊，反黑的情况会大大增加。妊娠斑大家都听过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你等你生完之后再用它们。我觉得可以用的相对比较安全的话是低能量的 LED 红光，它们都属于日常保养嘛，功率比较弱的，尤其你可以用镇定修复档，让皮肤不容易出状况，包括可以预防妊娠斑。如果要真的祛斑呢，很重要也是你的护肤品要选好，要选一些酪氨酸酶抑制剂，孕妇可以用的，比如说像烟酰胺，它是抑制黑色素转运的，它不是酪氨酸酶抑制剂，但它的美白的效果也很好。壬二酸是公认的孕妇可以用的淡斑、抗炎还可以祛痘的成分，这个成分真的是被低估了。好，最后一个问题，黄褐斑能不能用面膜仪？好，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确定的答案。我看了很多 research paper， 有很多的研究表明红光确实可以抗炎、修复角质层，一定程度上它是可以淡斑的。但还有一些 research 呢说，因为黄褐斑它加重是因为它有 heat， 就有热，皮肤一加热了就会诱发黑色素的活性，让你的黄褐斑更加重。那最热的就是近红外光嘛，它是最深入皮肤底层的。还有一些研究说红外光最好尽量避免，但这个研究也很有限呀，没有很多数据去支持它，也没有说用了很久的人才发现这个问题，实验数据很少，支持力并不足。所以你还是要看个人你黄褐斑的情况，先咨询你的医生，看一看是不是用处方药会更好，再去考虑这些激光啊、光子或者 LED 这些。好，包括蓝光，蓝光其实是有一个数据的，我觉得这个还说的比较对啊，就研究显示，对健康肤色来说，当你使用超过20焦每平方厘米的这个蓝光了，你的皮肤就会发生色素沉淀，斑点就会显出来。所以如果你真的照红蓝光的话，你是有黄褐斑的人或者斑点很多的人的话，你要用很 low light， 功率非常小的那种蓝光，才不会造成你斑点的加重。如果你真的担心红光对你黄褐斑有影响的，你有这个顾虑的话，就不要用它。并不是说你不用它就怎么样了，你就会变老什么的。做好基础护肤，用一些淡斑美白的产品才是真理。家用美容仪最重要的不是买贵的，而是选到适合你肤质的，找到你的问题所在去治疗它，然后坚持使用，并且一定做好修复和防晒。你的护肤品一定要选对，这么一套综合下来，你才不会白花钱。以上说的所有美容仪呢，我都是有单独测评的。如果有哪个种草了，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美容仪 playlist， 里面可以找到美容仪的信息，还有它的折扣。我尽量找出最低的折扣放在信息栏。希望这期 Q&A 对大家有帮助，有解释到你的疑惑。谢谢大家收看，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关注我频道哦。我们下期见，拜。